边怎么有个黑影过去了？快随我去看看。田姨娘算准了世子不在，果然又故技重施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？谁？夜闯世子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田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看到有个男人朝世子妃房间去了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我有点担心。世子不满这桩婚事，根本不会去圆房，此刻应该正陪着那舞姬呢吧？深更半夜竟有旁人去了世子妃房间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。守住门窗，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小贼敢偷到世子头上来。哟，我还以为是府里进贼了，没想到是世子妃在偷人。姐姐自幼养在乡下，她定是怕今夜不能跟世子同房惹人笑话，所以才一时糊涂。她怕人笑话，我郡王府就不怕被人笑话？江雪莹，还不快让床上的狗男人滚下来！世子在此，你们谁敢放肆？哼！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赶紧给田姨娘道歉，求她别告诉祖母，否则你是要被沉塘的。来人，绑着的奸夫淫妇去见老太君！真的是世子！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世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江雪莹，你对世子做了什么？我与世子房中情趣，岂容你一个妾室之会？田姨娘，你刚刚说谁是奸夫，谁是淫妇啊？我不知道是世子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我与世子的洞房，你说闯就闯，真当自己是当家主母了？夫君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自会罚他们的。世子，天儿知道错了。明明看到黑衣人进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在？我说黑衣人怎么凭空消失了？难不成是藏这儿了？妹妹啊，今夜也是你的洞房夜，你却来此，到底意欲何为？雨儿只是担心姐姐。明知世子在床上，还想靠近他的床榻，是存了什么脏心思？不是，雨儿本是好心，怕姐姐屋里真的进了贼。闹这么大动静，你们一个好心，一个误会，就想糊弄过去？该怎么做，我刚刚教过你们。刚要绑我扯帘子时，力气可是不小的，现在没力气了。世子觉得你们打得太轻了，让你们护法。妹妹下不去手啊。左右今晚这个规矩我是要立的，既然下不去手，那就让田姨娘先来扇你。
世子怎么会在他房间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田姐姐，田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对你动手的。滚！你姓江的没一个好东西。田姐姐，我姐姐在家就嚣张跋扈，对我说打就打，我也是心疼田姐姐。虽然你有老太君护着，但她毕竟是世子妃。世子妃，她也得当得稳才行。现在这郡王府还是我掌家呢。你这悍妇，还不快给我解开！你在做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与我无关，我为何要帮你？给我多来2个人，有人通报这里进的贼。江湖救个急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若不是悍妇，恐怕此时已经被他们沉塘了。不过世子你不是在陪着你的外室吗？我好心来见你救了玉儿，你倒好，恩将仇报是吧？那咱俩扯平了。世子，请回吧。扯平？怎么扯平？你刚刚让我在众人面前如此丢脸，这怎么算？你拜堂时的所作所为，我以为世子不要脸面呢。你这个女人，还真是牙尖嘴利啊！自然是比不上月儿姑娘公良温顺。世子，好走不送。哎呀，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？难道你今晚要留宿在这儿吗，世子啊？我不该在这睡吗？不过像你这样的悍妇，本世子没兴趣。世子，金丹能救命不假，但月儿姑娘的病来得蹊跷，世子好生留意。窗户果然是被封死的，看来这一次田姨娘要害我不假，江雨儿也趁机动了手脚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姐姐院中出了点事儿，我去瞧瞧。你看，我的脸还受伤了。你我春宵一夜，我在此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居然去隔壁院子看热闹。那毕竟是我的姐姐嘛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啊。让夫君独守空房，是我的不对。世子妃没事吧？啊，老奴莽撞冲撞了世子妃，还请世子妃恕罪。无妨。世子妃快请进，老太君在等您进香呢。
孙喜给祖母请安，愿祖母万福金安。心腹先敬香吧。嗯。香火断了，是断子绝孙的征兆啊！这么晦气，不然就休了吧。如此不吉之人，望老太君与世子休亲。昨晚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，这回我可管不了了。不劳世子出手。如此拙劣的手段，也敢当众算计我？刘嬷嬷，今日我来祠堂前，只接触过你。哎呦，世子妃没事吧？世子妃，你可不要冤枉老奴啊！老奴可什么都没做。上一世没有断香仪式，此番看样子是冲我来的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祖宗弃血而速啊！陆家先祖再次警示，世子妃为不祥之人。到底是祖宗之意，还是人为陷害，尚未可知。若姐姐刚刚上香是意外，如今又作何解释啊？不然，祖先为何会一直流血泪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亲自问一问陆家的列祖列宗，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是11吧？来，过来，帮我拿一下脚杯好吗？嗯。给，谢谢你，去玩吧。还望祖宗明示，雪莹今日身陷困境，是否遭人恶意陷害？一颦一吐乃圣杯之相，亦为神灵认可。莫非你真是遭人冤枉了？老太君笃信神灵，
那我便也假借神意，用这脚背脱身。脚背连掷3次，都是一正一反，神意昭然。祖宗在上，已为雪莹明辨冤屈了。多谢陆家先辈为雪莹做主。原来如此，上香你动手脚害我，牌位流血，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流血也是人为？祖母，有人将血包封在白蜡之中，涂抹在这牌位之上。祠堂烛火常燃，白蜡受热融化，这才导致牌位流血的假象。他说的没错，这牌位上的确有蜡。你为何要陷害我？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刘嬷嬷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怎能做出这种事？我错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求老太君饶命啊！来人，将这刁奴拖下去，杖责50，赶出郡王府，卖给牙婆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老太君，刘嬷嬷是田姨娘院里的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才歪。祖母，这府中的家风得扶正一下。你连自己院里的人都管不好，再次思过，未满12时辰，再罚你3个月的月俸。再有下次，我就收回你的掌家权。老太君，祖母小心啊！掌家权，这倒是提醒我了。与其处处被动受制于人，不如自己当家做主。老太君，我是冤枉的。你倒是不笨啊，还知道利用11手上的糖浆在脚背上做手脚。师子要是把这股聪明劲儿放在正事儿上，也不至于一直被人称为纨绔。师爷，今日谢谢你啊！太祖母说了，你是父亲的妻子，是我的母亲。11有母亲了。好孩子。只感谢11。11，小心台阶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世子刚刚还想休妻呢。你进府不过区2日，便生出这么多事端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这悍妇身上还有什么惊喜？世子想找乐子，去找冷月姑娘便是，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成亲那日，你让我许你一个承诺，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时机未到，不便告知世子。哼，你这么能耐，那想必明日归宁也用不上我了。世子一诺千金，当然不能浪费在这种小事上。娘子，我身份虽不及兄长显贵，但这次归宁，我会保你风风光光的。夫君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姐姐，今日回门怎么不见世子啊？呀，哎，我给忘了，世子一早就去找那位月儿姑娘了。妹妹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不当讲就别讲。
我的好姐姐，希望待会儿回了江家，你还能笑得出来。走吧。世子，这是我为您新学的舞蹈，世子可喜欢？你前些日子中毒，身体才刚好，别那么累。只要世子喜欢，月儿便欢喜。月儿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若拿性命作赌，下次我也未必能及时救你。那日并非我本意，我只是害怕世子娶妻之后就不要我了。我知晓，所以我才买了这里送给你。以后五方便是你的倚仗，你不用再感到任何的不安。世子要把五房送给我？你四处转转，看喜不喜欢。世子为何将五方送给冷月姑娘？纨绔世子一掷千金，为了个女人开设五方，这样的名头才不会引人注意。将我们的人都安插在这儿，以后通过五方联络。是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好歹是世子妃，父亲这是何意？是我让着姐姐，她才有了世子妃之位。可她仗势欺人，借机打我、辱我，对妹妹动辄打骂，让外人看出你们姐妹不和，看我们江家笑话。你就是这么做姐姐的？父亲怎么不问问妹妹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怕是都忘了你姓江。谁敢打我母亲？哎呦，原来是陆小公子啊！可是世子也来了。你知道爹爹没来，所以才敢欺负我母亲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这里呀，是你母亲的家，怎么会有人欺负她呢？母亲，你告诉我一盏茶后进来，我可来得及时。非常及时。那母亲可别忘了要奖励我哦。自然是不会忘的。好了好了，想必雪莹也不是故意的。今日孩子们归宁是大喜的日子，快进屋吧。你看这翡翠镯子，哎呦，你看这白玉棋子，一看就贵重。很不错，你们用心了。爹娘，
这些东西平日里可不常见的，夫君是费了些心思的。岳父岳母喜欢便好，能娶到雨儿是我的福气。哎呀，哼，归宁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世子也不来，你是怎么伺候世子的？娘，别说这些。姐姐毕竟是世子妃，光有世子妃的名头有什么用啊？这女子啊，有丈夫疼才是真的。你看陆良，满心满眼啊，都是你。确实，妹妹与妹夫恩爱有加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。妹妹该不会是忘了吧？不错。父亲，世子今日有公务要忙，虽然不能陪女儿归宁，但也送来了归宁礼。春梅。江大人，世子特地准备的夜光杯，请您笑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套夜光杯光泽柔和内敛，实在是罕见至极呀！世子有心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陆郎，陆郎，奴家好想你啊！你看这镯子，一瞧就是祖母绿、帝王绿的呢。我女儿就是有本事。父亲，女儿有要事需要处理，先失陪了。世子都不陪她回门，她竟然还笑得出来。就是。哎，姑爷出去许久，这是去哪儿了？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。这个贱人，他不会起了别的心思吧？哎，这谁让你来的？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奴家真的太想你了，便去了郡王府做婢女。奴家再也不想饱受相思之苦了。听话，听话，现在你先回去，我晚上再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公子又要骗奴家了吗？我还是你的新婚妻子能有我这般会伺候公子？不行，这里是江府，会被发现。他们都在席上，是不会发现的。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妹妹，我劝你不要过去。现在知道拦着我了，你做那些苟且之事时有没有想过我呀？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石头在别人心里；你若捅破了，这石头便在你心里了。贱人，滚开！陆良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奸夫淫妇！不是，奸夫淫妇！别打！
一个婢女，你同她计较什么？这般善妒，怎配得上正妻之位？你竟为了一个婢女这么对我，你竟为了一个贱婢这么对我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堂弟啊，今日归宁，你竟在江家做出这种事情，传出去，让妹妹颜面何在啊？你简直混账！娘，这个女人我没认错的话，是雪莹你带来的吧？是你搞的鬼，江雪瑶，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夫妻恩爱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离间我们，对不对？按妹妹的说法，是我让你夫君管不住自己，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与人苟且啊！你闭嘴！别吵了，陆良，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我江家一个交代。岳父大人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还请您不要插手。看你选的好夫君！哼！哎呀！陆良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今日做出这种龌龊事，连个交代都不肯给我，你将我置于何地啊？交代？你大庭广众之下撒泼犯浑，丢尽我的脸面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这个家现在还是我做主，你再敢忤逆我试试！你不是一直想见到陆良吗？眼下就有一个机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精心挑选的夫君，可是有不少惊喜等着你呢。上一世从未听说陆良有过外室，这一世怎么就哪都不一样了？哟，雨儿妹妹今日不是风光回门吗？怎么看起来这般失魂落魄？还不是因为江雪莹。行了，哭有什么用？你现在要么去讨好陆良，把他拴住，要么就想想法子怎么对付江雪莹。我哪有什么法子呀？连田姐姐你都被他害得生了岳父。我那是轻敌小瞧了他。田姐姐，我好心提醒一下呀，今日回门，他是带着小少爷一起去的。什么？他把小十一带回你们江家了？十一虽不是姐姐亲生的，但从小养在你这儿，今天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，听着跟亲母子似的。我这个姐姐呀，惯是会拿捏人心的。贱女人，我倒是该给她点厉害瞧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请世子践行诺言。这回时机到了。我要郡王府的掌家权。掌家权在祖母手上，你找错人了。世子只需要配合就好，祖母那儿我自会想办法的。
我本以为你只是想要一个世子妃的位置，没想到你野心不小啊。世子妃的头衔于我而言只是暂时有用，世子放心，1年之后我自愿与世子和离。和离？哎呀，你费尽心思得到了世子妃的位置，当真舍得？我与世子并无感情，我知强扭的瓜不甜，世子也不亏，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定当全力相助。你帮我？陆家家底虽深厚，你整日流连五方，不务正业，以后这基业怕是守不住的。我守不住基业？哼，你想和离是吧？好，现在就立字据，到时候你想反悔都不行。哼，江雪阳，你还真是有备而来啊！男人靠不住，有备无患。印都盖好了。夫君，今日是我莽撞了，只是因为太在意你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夫君，不要生气了，奴家给你赔罪好不好？怎么解不开啊？夫君帮帮我嘛！夫君，怎么还给奴家准备了礼物啊？小浪蹄子，花样可真多，就让你见识见识为夫的18般武艺。怎么了？昨天夜里，十一突然昏迷不醒，请了郎中也查不出病因，怕是中邪了。求您恩准，请大师前来瞧瞧吧。这，快，找大师来！是，找大师，找大师。
了？府中有人站。此女断断不能再留，否则郡王府必遭天谴，厄运不断。我自嫁入世子府，未曾有半分违背家族纲常，却要遭受如此刁难。祖母，您当真要听信他人妄言吗？老太君，您看看十一吧，你忍心用十一的性命和整个陆家冒险吗？哗众取宠，一派胡言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祖母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您怎能任由他们把府上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？先前是田儿不懂事，惹恼了世子妃，可十一还只是个孩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吧。田姨娘所言，倒像是我故意要加害十一了。是田儿的错，田儿知错了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如何？雪莹，十一虽说不是你亲生的，但她好歹也唤你一声母亲，你愿意为她去道观求福保平安吗？世子妃的头衔再尊贵，于陆家而言，终究不过一个外人罢了。既是祖母的意思，雪莹去便是。江雪阳，你平时那牙尖嘴利的劲儿去哪儿了？这个时候你听话了。十一唤我一声母亲，我自当为她的安危着想。我相信，假的真不了，既不亏欠，也更无惧。姐姐，道观清苦，此去可要多保重啊。妹妹，还是先操心一下自己吧。江雪莹，你猖狂不了多久，此番你定是有去无回。
世子爷，今日金五坊开张，月儿姑娘让我请您过去。啊，九月已经带着贺礼过去了，帮我转告月儿，我今日有事，改日再去。祖母，你还真让江雪莹去道观啊？前几天呢，还因为冷月在这跟我闹，这才几日啊，就中意雪莹了。人我没兴趣，但事儿要分对错呀。我不管是不是他的错，事关十一，我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。田姨娘说的对，我不能拿十一的性命和陆家的尊荣去冒险。是，但祖母……姑娘，这是世子让九月送来的礼品。世子只说有事就不来了。是，听闻世子妃出事了。十一，不是说药效一过就会醒吗？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十一，他死了！吃饭了。他果然给十一下药陷害江玄阳，可只有迷药怎么够啊？他死了，戏才够劲儿。大师，大师，救命啊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不是说那药只会让人昏迷几时吗？可十一为什么会没了气息啊？你说话呀！我给你钱让你配合我做戏，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么药？江雪莹，怎么是你？世子，你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我没想到你竟能狠下心对一个孩子下手。我给他下的是迷药，我没想害死他。你有什么话，回去跟祖母解释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